看我把你浇湿了，还怎么扬沙子？水，有水了！天神垂怜！叩谢天神赐水！叩谢天神！不是模型，这是真实的世界，他们是活的。我倒进去的水能救他们，说不定他们的东西也能传送到我的世界。那他们能给我什么宝贝？不能抢啊！我们就只剩半块馕了。老太婆，识相的把吃的分出来给我们垫垫肚子。将军，我们已经半个月没吃过1粒粮食了，再没东西吃，我们都会死啊！我们只是想活下去。原来乱世生存是这么艰难。叩谢天神赐粮！是粮食！天哪，有水！传令下去，将神赐鲜粮捣碎，连夜熬成糊状。遵命。每一个活着的百姓都要分到1碗神粮糊。遵命。朔风城绝不负天神。好歹给点值钱的东西来换嘛。历此血誓，天神赐粮救命之恩，小弟辈万死难报。自今日起，朔风城上下誓死效忠天神，若有违背，天诛地灭。求天神收下我的忠心。发了！这可是顶级的大钱真玉，还是失传的技艺，能卖不少钱。给点食物和水就能换到这些。将军，这是极品帝王绿，这简直是稀世珍宝。我给你粮食，你要拿大钱国的玉雕技术来换。立刻召集全城最顶尖的玉雕技人。是。沙盘内的时间流逝比现实世界快好多。苏念晴，今天就算你饿死在里面，这房子也是我的，给我把大门钉死。是。去市中心古玩街，聚宝阁。出去，这里不收破烂。哼，我们聚宝阁只收绝世珍品，你这种穷酸样能拿出什么好东西？赶紧滚！一块绿石头，去天桥底下骗老头吧。断了！你个疯女人，放手！吵什么？惊扰了贵人，你担待得起吗？老板，这叫花子来捣乱，拿块破石头装大爷，还打人！掌柜的，识货吗？这位小姐，可否借我仔细过眼？极品帝王绿玻璃种，毫无杂质。这是大钱时期的微雕技艺。看来你懂。瞎了你的狗眼！滚去2楼，请赵老马上过来。苏小姐，刚才手下人不懂事，您千万别见怪，请上2楼上座。钱掌柜，什么东西非要我丢下会议亲自跑一趟？赵老，大钱微雕，极品帝王绿，这雕工，这微小的线条，竟然能在指甲盖大小的地方雕刻出千军万马的阵型，这绝对不是现代机器能做出来的。钱掌柜，这是珍品，国宝级的珍品，大钱国皇室御用微雕，全世界目前只此一件。这件东西您打算出手？我只卖玉佩，不卖玉蝉，开个价。苏小姐，这东西虽然珍贵，但现在市场大环境不好，我出1亿，全款秒结。苏小姐，生意是谈出来的，您别急着走啊！2亿怎么样？让开。3亿，苏小姐，这真的是我能调动的最大现金流了。钱掌柜，别丢人现眼了，这件国宝5亿是绝对的底线。苏小姐，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立刻联系博物馆，5亿现金，3天内绝对会打到你账上。5亿，我出5亿，现在就转账。10分钟，资金不到账，我立刻走人。把我所有账上的流动资金全部强制集中过来，立刻马上打到这个账户。苏念晴，你以为你跑得掉吗？老宅水电我已经断了，你父母的骨灰盒还在客厅里，
你要是敢跑，我就把骨灰盒砸碎喂狗。萧定北惊喜在后头呢。买凌霄去外面小摊儿，我这儿只走大宗批发。我买大宗批发。你要多少？5万吨面粉，10万箱压缩饼干。小丫头片子，大清早跑这寻开心！5万吨面粉，你长这么大见过5万吨面粉堆起来有多高吗？滚滚滚！一身破烂也敢来消散老子，真当老子脾气好？看清楚，个十百千万5亿，活生生的5亿现金趴在账上，这哪是叫花子，这活财神！老板您喝茶，刚才是我周振东瞎了眼，是。5万吨面粉，10万箱压缩饼干。哎，今天下午天黑前必须全部装车。老板，5万吨真不是个小数目，全省的现货加起来大概能凑头齐，但天黑前全部装车，运力根本跟不上啊。运费我出3倍，装卸工人工资我出5倍，能办到吗？能，有您这句话，我把全市的货车都给您叫来。不过这么多货，您往哪儿放？我要租一个足够大的仓库，最好在郊区，人越少越好。西郊废弃钢铁厂，占地几万平米，全封闭，那是我弟弟的产业，1年没租出去了，稳了。粮油算第一笔生意，我还要别的东西。老板您吩咐。5万件防爆钢盾，5万把现代复合弩，配套的合金弩弹有多少要多少。老板，钢盾还好说，这复合弩可是管制器械，您要这么多，这是要打仗啊！我是醒世城剧组的道具采购总监，我们在拍古装战争大戏，需要极其逼真的实物道具，这是1000万定金，复合弩的价格我按黑市价的2倍给你。行，我周振东在道上混了20年，这点渠道还是有的。天黑之前，连同粮油一起给您送到西郊钢铁厂。我这就去西郊钢铁厂等你的货，少1件，定金不退，尾款1分没有。老板您慢走，我这就打电话叫人。老李，把你仓库里所有的面粉全部拿出来。对，全省的现货我全包了，价格按市场价上浮10%。王胖子，把你车队所有的重卡给我派到省道上去拉压缩扁干，立刻马上。东哥，我需要一批硬货，对，复合弩要1万把，越多越好。钱不是问题，我马上给你打定金。我哭诉情脉当初啊，就菩萨保佑我俩，不停地飞，我的黑花，几手挥舞，还是担惊受怕。老板，第一批面粉和饼干到了，总共1000吨，后面的车还在路上，全省的高速公路都快被我的车队占满了。卸货，全部堆在厂房中间。都愣着干什么？卸货！老板说了，卸完当场结5倍工钱。老板，您要的特殊道具到了。打开。钢盾呢？全钢锻造，结实的很。货我验过了，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我不希望有第3个人知道。老板您放心，干我们这一行的嘴巴最严，谁敢多说1个字儿，我周振东第一个弄他。4亿5千万尾款已到账。苏总放心，剩余货物一定按时送达。让所有工人出去，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靠近厂房大门。出去，都去大门外抽烟等着。
萧定北，你送我绝世玉佩，解我现代困局。现在，我送你现代工业神法，助你破30万北狄大军。收到了吗，萧定北？粮草断了半年，朝廷的补进一粒都没来过。将军说天神会降下恩赐，可天神在哪儿？城里的老鼠都被吃光了，再撑3天，不用北狄攻城，朔风城的2万人自己就饿死了。将军，是粮食，天上掉粮食了！将军，是神迹，真的是神迹！北狄狼骑靠的就是这层铁盾，大前3000弩手齐射都打不穿的铁盾，一箭就一箭。神明在上，萧定北带朔风城2万将士，叩谢天恩。分发装备。是。北狄狼王围困朔风城180天，他等的是我们饿死。现在，神明赐我利刃，明日卯时开城门。大前人饿疯了，自己出来送死。3000铁骑杀进去，抢粮抢女人！举盾，放箭！北狄金刚锻造的精铁弯刀，砍不破一面盾牌。后排，放箭！一箭射穿精铁圆盾，大千军的弓弩也没有这种威力。
前排推进。左翼绕过去，攻击侧面。左侧变阵，迎敌。撤！快撤！萧定北不是饿得站不起来了吗？这支大前军哪里来的力气？3000北狄先锋，半个时辰全军覆没，萧家军零伤亡，这在以前绝对不可能。你们有了什么妖术？这不是妖术，这是神法。将军，3000北狄先锋全军覆没，我们赢了。3000北狄先锋全军覆没，我们赢了。3000先锋算什么？北狄狼王还有30万大军，朔风城这2万人根本挡不住。这些武器虽然厉害，但挡不住30万人的冲锋。北狄人报复心极强，城破之后一定会屠城，我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今晚子时，点齐50个兄弟。去南城门，打开城门，萧将军会杀了我们的。萧定北得罪了朝廷，断粮半载，现在就算有神灵赐物，也挡不住北狄主力。狼王许诺过我，只要我打开城门，封我为万户侯。今晚萧定北肯定防备松懈，我们带人去开门，唯一的活路。点齐300亲卫，换上复合弩，带上神明赐予的夜视红外夜视镜。今晚随我去南城门。将军，南城门有重兵把守，为何还要去？抓内鬼。什么人？什么？是我孙仲，奉萧将军之命前来换防。孙将军，换防的时间还没到。动手！快把门栓拉开，点燃火把，给城外的北狄人发信号！将军，门栓被铁锁卡死了，拉不开。砸开，用刀砸！若是以前，黑夜中根本无法察觉他们的行动。等发现时，城门已经开了，但现在他们在神物面前无所遁形。铁锁是我傍晚时让人加上去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放箭，留孙仲活口。杀！
萧鼎北，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么黑的天，你怎么能看见我们？神明赐予的法眼，能看破一切黑暗与罪恶。孙仲，你太让我失望了。将军，你误会了，我是听到这边有动静，带人来增援的，是这些守卫发疯攻击我们。你杀了守卫，砸城门的铁锁，这也是增援。萧鼎北，你别以为有了点奇怪的武器就能赢，城外是30万敌军主力，狼王一到，我们全都得死。我只是想给大家留条活路。萧鼎北，你不能杀我！我是朝廷命官，你杀老廷不会放过你的。朝廷已经放弃了朔风城，现在朔风城只听命于苏天神。出卖同袍，投降异族，这就是你的活路。将军越来越果断了，有苏天神赐予的夜视神物，敌人的阴谋都无所遁形。朔风城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凌的孤城，任何背叛者都必须死。我知道，30万北狄主力正在逼近。彭老板，我需要5万吨速干水泥，还有配套的钢筋，明天天亮前必须送到我的仓库。苏老板，5万吨1晚上送过去，这运费可不低啊！运费翻倍，我马上转账。30万大军，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扛住现代水泥。赵明远和冯彪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发现我不见，肯定急着拿老宅抵债，现在回去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冯彪，苏念莹这死丫头失踪好几天了，电话也不接。赵明远，你之前可是说苏念晴绝对跑不了，现在人不见了，我的钱找谁要？冯彪，您别急，我突然在银行查了，苏念晴的账户里突然多出了几亿的资金流动。几亿？他一个破产公司的千金，哪来的几亿？肯定卖了什么值钱的古董，这些本来都该是我们的。不管他哪儿来的钱，今天只要他露面，必须让他把钱吐出来，再把老宅过户。只要他敢回来，我打断他的腿，也得让他签字。苏念晴，你还敢回来？这是我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你家？你欠了冯彪那么多钱，这房子马上就是冯彪的了，你这几天死哪儿去了？我去哪儿需要向你汇报吗？赵明远，你带着外人私闯民宅，胆子不小。私闯民宅，我是你表哥，你爸妈死了，我就是你的监护人。哼，联合外人做局，掏空我爸妈的公司，抢我的房子，你算什么监护人？少废话！我问你，你账户里那几个亿是怎么回事？你把家里的什么东西卖了？我卖了什么，关你什么事？那是我自己的东西，钱也是我的，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你的东西，你爸妈欠的债就得拿你的东西还。今天你不把钱交出来，休想走出这个门！你这是在敲诈勒索。苏小姐，话别说的那么难听，你爸妈生前借了我5000万，现在连本带利算你1个亿，账户里不是有钱吗？转账吧。那些借条是赵明远伪造的，你们这是诈骗。
哼，苏小姐，我不管借条怎么来的，白纸黑字上面有你爸公司的公章。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赵明远，你就这点出息，像条狗一样跟着别人身后抢自己妹妹的财产。舅舅教你的就这些？抓住他，给我摁住他！赵明远，你砸坏了我的花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罪名？老子今天就是王法，你账户里的钱老子要，这套房子老子也要。你们这是强盗行为，我不签。不签？老子有100种方法让你签。冯彪，借你的电棍用用。苏小姐，这东西打在身上可不好受，女孩子细皮嫩肉的，乖乖签字。赵明远，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犯罪吗？在场的所有人一个都跑不掉。老子为什么要跑？在这老宅里，我就是把你弄死也没人知道。赵明远是吧？我们接到举报，这里有人涉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同志，她是我表妹，我们只是在商量还钱的事情，没有敲诈，没有拘禁。领导，他们强闯民宅，砸毁财物，还企图用电棍逼迫我签署伪造的借条和房产过户协议。人证物证俱在，带走。苏念青，你这个坏人，你算计我，我爸不会放过你的。舅舅，他很快就会进去陪你的。苏念青，你够狠！咱们走着瞧，我外面还有兄弟。你涉黑的证据，我也已经打包发给抑制局了。苏小姐，感谢你的配合，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做个笔录。好的，领导，我拿到一份文件后就跟你们走。现代县的第一步反击已经完成，赵明远和冯彪完蛋了。接下来就是彻底清算舅舅的夺产阴谋，而古代县北狄狼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我需要准备更强的火力。老子有100种方法让你签。赵明远，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韩律师，我是苏念晴，我发给你的那些证据收到了吗？苏小姐，这些证据非常充足，我们随时可以。明天一早立刻冻结赵世宏名下的所有资产。明白，苏小姐。姑娘，去哪儿？去郊区钢铁厂仓库。将军，神迹，这是真正的神迹！天神降下灰色的泥浆，瞬间把北狄先锋变成了石头。这只是天神的警告，北狄狼王的主力还在后面，足足30万大军。将军，天神的法力能挡住30万人吗？天神已经赐予我武器和神剑，传令下去，全军备战，迎接北狄主力的疯狂反扑。靠你们自己？不，你们冷兵器时代的人海战术，在现代工业面前，只是一个笑话。北狄狼王，准备好接受现代汽油的洗礼了吗？30万大军，我要让你们全军覆没！来得好，今晚我就给你们办一场盛大的火化仪式。将军，天降神火，天真降下神火了！天神庇佑，大钱万挣！
天神降下的不仅是食物和武器，还有毁灭。北地主力全完了，朔风城保住了。赵明远，你还不交代？你强闯民宅，限制苏念晴人身自由，监控拍得一清二楚。同志，那是我表妹，我们是一家人。我只是去要债，那借条白纸黑字，上面有苏念晴父母公司的老子的公章。要债需要带电棍，冯总已经交代了，电棍是你让冯总带的。冯总血口喷人，电棍是冯总自己的，跟我没关系，我就是去要钱的。苏念晴，你快解释，我们是亲戚，你赶紧销案。亲戚，带着高利贷上门逼我签房产过户协议的亲戚。你少废话，那借条是真的，我拿房子抵债天经地义。领导，赵明远口口声声说借条是真的，我这里有一份录音，能证明借条是伪造的。录音？什么录音？我什么时候说过借条是假的？苏念晴，你爸妈死了，这房子就是我的，那借条是我找人做的，公章也是我偷盖的，你能拿我怎么样？赵明远，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伪造借条，涉嫌诈借。你什么时候录的音？就在你第一次带人来砸门的时候，我把手机藏在了书房的暗格里。我错了，念晴，我是你表哥呀，你放过我吧。现在知道求饶了。你们一家人算计我父母财产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你表妹？领导，这是苏女士的补充材料，包括赵明远涉嫌敲诈勒索以及故意伤害未遂的全部证据。赵明远，证据确凿，准备在里面待着吧。苏念晴，你不得好死，我爸不会放过你的。赵世宏，他很快就会进去陪你。苏小姐，赵明远的案子铁证如山，起码10年起步。冯总那边涉黑，判得更重。辛苦了，韩律师。接下来集中精力对付赵世宏，我要冻结赵世宏的所有资产。没问题，法院的冻结令下午就能下来。郑经理，我手里还有一批大前国的绝版金编钟准备上拍。苏小姐，金编钟，这可是国宝级的文物，您现在方便见个面吗？下午2点，去苏氏集团大楼谈。资金链怎么会断裂？冯总那边的过桥资金为什么还没打过来？赵董，冯总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听说冯总昨晚被抓了。被抓了？赵明远呢？赵明远不是去拿老宅的房产证了吗？赵明远少爷的电话也打不通。苏念晴，谁让你进来的？这里是公司高层会议，保安呢？保安已经被我辞退了。赵世宏，从现在起，你不再是苏氏集团的代把董事长了。你算什么东西？你爸妈死了，公司现在是我说了算，赶紧滚出去！赵世宏先生，这是资产冻结令。鉴于你涉嫌职务侵占和伪造文书，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苏氏集团的股份，已被全面冻结。你干了什么？赵明远呢？赵明远在你马上要去的地方等你。现在，轮到你了。赵世宏先生，这是通知书，职务侵占罪数额特别巨大，建议你找个好律师。你一个黄毛丫头，你以为搞掉赵明远和冯总就能动得了我？苏氏集团的账你看得懂吗？各位，从今天起，苏氏集团的代董事长不再是赵世宏，裁定书已经送达。谁还有疑问，找韩律师。苏小姐，赵世宏不会善罢甘休，他在本地经营了10几年，关系网很深。
他的关系网再深，深得过铁律吗？北狄先锋和狼王的主力虽然被烧了，但北狄还有后续兵力，这道裂缝不补上，朔风城守不住第二波。小姐，您这是要自己盖房子？将军，天神又降下神物了，灰色的粉末，还有黑铁棍子，好多！城墙根底下全堆满了。这图纸上的标记和城墙豁口的位置完全吻合。天神不仅赐粮赐火，如今又赐城防之术。这灰色粉末若真如图纸所说，磐石，全军听令，伤兵留守城头，其余所有人，包括城中百姓，全部到北墙集合。再加水，太干了！将军，这东西凝住了，比石头还硬。天神降下的是筑城之石，城头上传来消息，那灰色粉末是神明赐下的筑城之石，比石头还硬。将军，北狄后军至少10万骑兵，距朔风城不足30里，前锋已经能看到旗帜了。让他们来。传令，后撤50里扎营。苏小姐，你舅妈周秀琴带了20多个人，在你老宅门口拉横幅，哭天喊地说你不孝，要逼死自家亲表哥。我20分钟到，你现在去老宅，什么都不要说，把我家门口监控录像拷到 U 盘里。赵明远砸门那天的，从他踹碎大门到把我爸妈牌位摔在地上，1秒都不要减。我可怜的儿啊！父念亲，万父业。我儿子赵明远从小跟念青一块长大，亲表姐弟呀。他爸妈出事的时候谁照顾他的？他现在翅膀硬了，把自己不受罪，他住着房子，开着厂车，这种人迟早遭报应。宋局长，这是我。苏念晴，你给我出来！你把我儿子放了！你舅舅养了你3年，你就是这么报答的？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他在地下知道你这样，方向盘都压不住，跪下，给你舅舅跪下认错，撤了那个什么起诉。明远是你哥，你送他坐牢，你还是人吗？放开！你是记者，想要新闻是吧？我给你一条更大的。签不签？不签，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门。你们的直播还开着。我去，这表哥是人类吗？牌位都砸！韩律师，周秀梅今天带人围堵我的私人住宅，拉夫造谣诽谤，在公共场所严重扰乱秩序，麻烦你现在就报警，同时以我的名义对周秀梅提民事诉私事，侵犯名誉权。喂，这里是执法局。喂，砸了我父母的牌位，伪造借教逼我签字，非法拘禁我超过6小时，有录音有物证，我送他进去不是亲情，是铁律。你今天带人来闹，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找。打人了，欺负人了，夫人了，亲侄女要把舅妈关进去了。周秀琴女士，
有人报警说你涉嫌寻衅滋事，请配合调查。周秀琴这个寻衅滋事，拘留15天没问题。名誉权的民事诉讼也能立案，但赵世宏赵世宏不会来，他知道出面就是把柄。那他下一步会怎么走？各位老铁，今天这个事情反转太大了！那个表哥赵明远砸人家父母牌位、逼签假借条的视频我已经保存了。上次10万骑兵试探攻城被水泥墙挡回去了，这次营壮的规模至少翻了1倍。狼王把主力调上来了。将军，北面至少5万人，东面西面各有2万，南门暂时没动静。狼王不会分兵4面同攻，他要的是一个点。北面正对大营，云梯最多，这是主攻方向。东西2面是牵制，逼我们分兵。南面什么都没放，说明他笃定我回北墙了。再从南面捅刀子。南门500人够了，他真从南面来，城墙一样是水泥浇的，云梯搭上来也得爬。500人守一面墙，杀到他绕回北面为止。别走，你身上这件内甲，上回万夫长的亲卫拿马刀连砍3下都没破。那他们要是用锤子呢？大汗，大汗，已经死了许多将士了。我们的刀砍萧家军的身上，根本砍不动。砍不动！大汗，末将在城墙上看到了奇怪的东西。那些守军的刀不是大前制式军刀，刀身更窄更亮，砍完人不沾血。咱们草原上最好的白天弓也做不出那种刀。第2梯队压上去！将军，第一波打退了，涮腰拔不撤了，杀敌将近2000，我军伤了47人。阵亡了！神女送来的内甲和战刀，比朝廷20年拨下来的军械加一起都强。如果当年有这些东西，蒲城那一仗，4万弟兄不会只回来2000。退兵！退！狼王在北墙死了上万人，东西2面各死了几千，唯独南面一兵未动。不是兵力不够，是故意留着。狼王把最精锐的部队藏在南面了。萧定北在南门只留了500人，一旦被突袭，南门守不住。苏念晴，你真能藏！赵老板花了大价钱，老子找了你3天。赵世宏已经被判了15年，他还能花钱雇你？看来老李的关系没断干净。哼哼，少废话！赵老板说了，只要拿到你的房产跟股份，再弄到1个亿，佣金翻倍。今天你不交出来，老子这帮兄弟可不答应。别指望别人了，这片郊区仓库的监控信号，我的人提前5分钟就切断了。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没有1个亿。把手机拿出来，现在转账，老子拿到钱就走人。如果我不转呢？不转，老子先废了你的手，再让你按手印。动手！你雇了安保公司？彪哥，赵世宏没告诉你吗？我全天候雇佣了顶级安保团队。你以为切断监控信号就万事大吉了？这个仓库里外装了4套独立的报警系统。安保又怎么样？老子的人比你多，给我砍死他们！防御阵型，反击！苏念晴，你敢动我，
赵世宏在外面还有兄弟，你死定了！赵世宏自身都难保了，他的兄弟只会躲得比你远。彪哥，你名下那个地下赌场，还有你放高利贷逼死人的账本，我花钱请黑客全部拷出来了，这里面还有你跟赵世宏非法资金往来的全部流水。你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赵世宏说你只是个做生意的丫头。赵世宏在法庭上连自己儿子都保不住，你还信他的话？这些东西我已经实名发给了省厅的督导组，算算时间，他们应该到了。不许动！警察，全部双手抱头趴在地上。全部双手抱头，蹲下。你是苏念晴？是我报的，这就是我电话里说的证据。这个人带人强闯我的仓库，企图绑架勒索。这些安保人是我雇佣的，属于正当防卫。把他铐起来，带走。完了，全完了！苏小姐，麻烦签个字，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调查。你的正当防卫情况，我们会调取监控核实。没问题，仓库里有全方位的监控，随时配合。苏小姐，需要我们派人守在外面吗？不用了，彪哥进去了，赵世宏那边彻底没人了。你们在仓库外围正常巡逻就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明白。账户余额4亿7300万，这是最后的资金，拍卖行打来的尾款，加上之前剩余的流动金，全部在这里。萧定北送来的那批玉器和金饰，今天必须一次性花完。何总，上次谈的工业汽油，你仓库里还有多少存货？苏总，现货大概有8万升，都是高纯度的，你要多少？全要。再帮我从其他渠道调货，我要20万升，3天之内全部送到我仓库，价格不是问题，现款现结。20万升，苏总，你这是要干什么？开炼油厂？何总，你只管送货收钱，多的别问。行吧，苏总你是大客户，我今天就安排车间加班。马老板，你手上最大号的工业烟花弹有多少？就是那种能飞到200米高空，爆炸半径超过30米的。苏总，那玩意儿属于大型烟花，一般是运输要办特殊许可证。许可证我来搞定，4000发全要，另外再帮我弄2万发中型烟花弹，钱直接打你账上。2万发？苏总，你这是要炸山吗？马老板，做生意问那么多干什么？对，我多嘴了。苏总放心，3天之内全部到位。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安排调货，3天之内保证到位。段经理，你们厂生产的 X9型高压喷枪库存有多少？苏小姐，我们有300台现货，这东西一般是消防和工业清洗用的，你要这么多啊？300台全要。另外，你们能不能把喷嘴口径改大？改倒是能改，但是改完之后压力太大，操作不当会伤人。改好了直接发货，加急费我出双倍。行吧，苏总你是大客户，我今天就安排车间加班。从6个亿到870万，用了不到20分钟。萧定北已经发现窃贼军了，南门只有500人，他肯定在考虑要不要从其他3面城墙抽调兵力，但其他3面也在被围攻，根本抽不出来。他现在一定觉得南门要完了。将军，天上又下东西了！将军，这东西味道太冲了，不是水也不是油，这是火油！将军，这是什么？火油加上这些带引线的东西，神明要我用火。神明的意思，末将明白了。传令全军把火油搬上城墙，每一滴都不许浪费。将军，窃字军穿的是重甲，重甲是铁打的，铁最怕火烧。狼王想用铁甲撞开朔风城的门，那就让他看看神明赐下的火能不能把他的铁甲烧成棺材。将军，狼王的大军动了，30万人全压上来了。遵命。苏总，第一批2万升汽油送到了，就在你门外。卸货。苏总，100台高压喷枪加急赶出来了，已经送到院子里。好。将军，这有什么神器？这东西能把液体喷出去，射程比弓箭还远。神明降下了火油，向西民要萧家军把火油喷到北地人身上，把火油灌进这些铁罐里，让兄弟们背上铁供，拿着铁管上城墙。遵命。
攻城开！这是东西，好刺鼻！朔风城的人在搞什么鬼？哈哈哈，还是泼水了！朔风城的人疯了吗？往我们身上泼水！弓箭手，给我把城墙上的人射下来！躲在墙后面，继续喷，不要停！城门要破了，杀进去一个不留！杀！啊！那是什么？天火！天火掉下来了！快跑！啊！救命！水！给我水！将军，这是神法！多谢神明！何总，剩下的18万升汽油立刻送到，我马上要用。将军，火停了。打开南门，全军出城！遵命！是朔风城的人，朔风城的人出来了！狼王死了，30万大军全被天火烧死了，我们打不过。好了。将军，北敌的主力全军覆没，北境的12个部落现在群龙无首，我们怎么做？分兵，带着神明赐下的复合和连发弩，去12个部落，反抗的杀，投降的收编。萧定军，将军，按照您的吩咐，地基已经打好了。把缴获的北敌黄金全拿出来，把朔风城库房里的黄金也拿出来，融了！将军，全部融了，那可是几十万两黄金啊！没有神明。朔风城半个月前就变成了死城，几十万两黄金，换得来北敌大军的命吗？大前朝廷放弃了朔风城，皇帝断了朔风城的粮草，是神明救了朔风城。从今天起，朔风城只归神明，北境12部落只认神明。朔风城守将萧定北，代北境生民，叩谢天神救命之恩。叩谢天神！叩谢天神！大前边军萧定北，携朔风城万千英魂与全城子民，叩谢神明救城之恩。吾等无以为报，唯有踏平北敌，必以满狗的项上人头与敌军之血，助女神无上荣光。只要资金到位，把黑的扒出底裤，白的送上神坛。苏总说笑了，我们是合法合规的顶级律所，只要客户能支付1000万级别的代理费，我们能提供最顶级的法律服务。我这里有一份录音，
有人伪造借调，强占我的房产，还带人砸了我的门。这属于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数额多大？他们要我名下2000万的老宅和公司30%的股份。数额特别巨大，如果证据确凿，这案子10年起步。苏总，您想做到什么程度？哼，我要他们把牢底坐穿，我要他们身败名裂，所有的资产全部查封，代理费我出5000万，1个星期内我要看到他们戴上手铐。苏总这么早，昨天的加急物资还满意吗？物资很好，段经理，我手里又到了一批奸货，大前皇室的贡品玉如意，下午我让人送过去。皇室贡品？苏总您到底挖了哪个大墓？下午我亲自带安保团队去接货。物资很好，段经理，我手里又到了一批奸货，大前皇室的贡品玉如意，下午我让人送过去。皇室贡品？苏总您到底挖了哪个大墓？下午我亲自带安保团队去接货。我要提前预支1个亿的现金，打到我的私人账户。没问题，只要货对版，1个亿马上到账。现在开庭。被告人赵明远、赵世宏、冯彪涉嫌伪造企业单位印章、伪造合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组织领导黑社会性组织等多项罪名，检方已提交全部证据。审判长，除了视频证据，我方还提交了伪造借条的笔迹鉴定报告。报告证实，借条上的签字并非苏念琴父亲所写，而是被告人赵世宏指使他人伪造。赵世宏利用亲属身份伪造债务，试图非法侵占苏念名下价值2000万的房产及公司30%的股份。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爸借钱给你爸买的。你爸死了，这房子就该归我们老赵家。别废话，字儿签了，滚出这栋房子。如果我不签呢？不签，兄弟们教教他怎么握笔。赵世宏，你放屁！明明是你主动找我说，你外甥女父母双亡，手里有2000万的老宅和公司股份。你说只要我出人吓唬他，事成之后房子归我，股份归你。你现在想把锅全甩给我？你血口喷人！借条就是你找人做的。肃静，当事人不得在这里喧哗。主持人，这是被告人冯彪名下高利贷公司的真实资金流水，其中有多笔资金涉及非法金融活动和暴力催烧。同时，警方在冯彪的公司地下室发现了多名被非法拘禁的受害者，并提取了大量的凶器和血迹。冯彪涉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极其严重。这些账本明明藏在地下室最里面的保险柜里，连密码都没人知道。苏念旭这个臭婊子，到底花了多少钱请人查我？我完了，彻底完了！被告人赵明远，你对视频证据和录音证据有何异议？苏念琴，我是你表哥，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只是想吓一家人。你们带人砸烂我的门，砸碎我父母遗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把股份还给你，我不要房子了。你跟法官说一声，你谅解我，你放过我吧。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现在进行宣判。被告人冯彪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赵明远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无期？不，我不要坐牢，我才20多岁，爸，救我！我不想死在里面。被告人赵世宏犯敲诈勒索罪、伪造企事业单位印章罪、包庇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15年，我全完了，公司没了，儿子也没了，报应啊，都是报应。是你们自己毁了自己，在监狱里好好反省吧。听说冯彪的余党也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你们黑吃黑，他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的。不，我不要去那里，苏念熙，求求你帮我换个监狱，他们会打死我的。毕堂，苏念熙，你够狠！你把我全家都毁了，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念晴，舅舅对不起你爸妈，舅舅鬼迷心窍了，你念在血缘关系的份上来看看舅舅吧。你没有对不起他们，你只是不配提他们。
带着你的贪婪，在里面兜到死吧。苏总，案子结了，赵世宏名下的公司股份下周就会通过司法拍卖的程序全部转移到您的名下，加上冯彪被查封的资产赔偿，您现在的身家已经突破30亿了，这是一个完美的胜仗。辛苦了，韩律师。5000万的尾款今天下午就会打到律所账户，后续的交接工作直接和我的助理对接。好的，苏总，合作愉快。苏女士，请问您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满意吗？您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吗？苏总，听说您即将全资互控股赵氏集团，请问您未来的商业版图有什么规划？会进军房地产吗？苏女士，作为本市最年轻的30亿女富豪，你有什么想对公众说的吗？我只说一句，属于我的东西谁也拿不走，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也会自己去拿。停！苏总，恭喜大仇得报，网上的新闻我都看了，太解气了，那些人渣就该把牢底坐穿。段经理，废话少说，我要采购一批重型工程机械。重型工程机械，挖掘机、推土机，对，还有高病号水泥、钢筋、太阳能发电设备、大型水塔，我要的数量极大，你能吃下多少？苏总，只要资金到位，整个华东地区的现货我都能给您调过来，您要多少？朔风城太破了，北境的12个部落也太落后了。既然萧定北把我当成神明，那我就给他们一个真正的神迹。天神显灵了！天神显灵了！苏总，这东西可不好弄。哼，钱不是问题，明天晚上8点前全部送到西郊的3号仓库。苏总，10个亿的货全在这里了，您清点一下。不用点了，尾款已经打到你公司账户了。苏总爽快，以后有这种大单随时找我。撤，都撤啦！天神赐福，我大前国北境将坚不可摧！天神万岁！这是何等坚硬的材质，比大前国最精良的盾牌还要坚固100倍。天神赐下此等神器，北狄蛮子拿什么跟本将斗？这是何等坚硬的材质，比大前国最精良的盾牌还要坚固100倍。天神赐下此等神器，北狄蛮子拿什么跟本将斗？萧定北，图纸我已经放在车里，用这些物资重建朔风城。我要看到一座现代化的钢铁堡垒。定北领命，定不负天神重托。全体听令，即刻起，全员依照神明降下的图纸施工，以朔风城旧址为中心，挖掘深基，用神明赐下的钢筋混凝土构建防御体系。勇士们，朔风城就在眼前，攻破此城，里面的粮食和女人都是你们的。放箭！继续冲，不要停！他们的箭矢很快就会用完。放箭，射死那些铁壳子！北狄狼王已死，犯我北境者，杀无赦！萧将军，陛下有旨，命你即刻交出朔风城兵权，并遂杂家回京城复命。城中的神物统统上交国库。萧定北，陛下说了，你若敢违抗，便是谋反，株连9族。从今日起，北境12部落及朔风城脱离大前国，只尊天神为主。效忠将军，效仗天神。大前国的朝廷腐败透顶，萧定北独立是最好的选择。天神大人，定北已平定天下，北境再无战事。不知何时，定北能一睹天神真容。既然你想看，那就给你看看吧。这个凹槽的形状怎么这么眼熟？完全吻合，父母留下的玉佩竟然是这个沙盘的钥匙。难道父母早就知道沙盘的秘密？